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進行一場深度的知識採解，我們準備要分析一個機制極度複雜，卻又深刻影響全球地緣政治的組織，也就是國際事法院。簡稱 ICC。同時呢，我們也會深度剖析現任檢察官卡林漢 Karim Khan 的法理哲學與他的運作邏輯。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充滿高度爭議的領域，特別是當法律的界限直接碰觸到政治強權的核心利益時，情況真的會變得非常棘手，對吧？作為分析師，我們今天絕對不談主觀情緒，我們只談底層邏輯與客觀事實。我們準備要把這個複雜的國際司法機器徹底拆解給大家聽。為了徹底搞懂這個機制，我幫大家建立了一個5大重點的分析框架。第一，我們會探討混亂世界的最後防線。第二，我們會分析當法律碰撞政治超級大國時會發生什麼事。第三，我們要了解檢察官如何讓證據說話，徹底拒絕政治考量。第四，我們會帶大家回顧歷史教訓與國際法的實務發展。最後，第5點，我們要來思考我們為什麼需要國際法。這5個面向將會客觀且冷靜地為大家解碼國際刑事法院在極限的地緣政治壓力下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重點來了，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第一個核心議題：混亂世界的最後防線。目前的全球現實環境真的充滿了不可預測性與危險，各國的安全感正在快速流失，取而代之的是瘋狂的大規模軍備競賽。我們整理了目前的預算數據，發現歐盟現在的國防預算高達8000億美元，而美國更是直接突破了1兆美元的大關。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甚至可以說是很誇張的資源分配現象。各國政府投入了龐大的資金在軍事武器上，試圖建立安全感。但是與這種火力展示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無數平民對於基本法律保護的極度渴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當上兆的資金流向軍備時，那些身處戰火中流離失所的普通人，他們的安全網究竟在哪裡？其實這裡我們必須精準定義一個關鍵概念，也就是最後手段的法院。國際刑事法院並不是一個第一時間就會衝到現場的急救員，這個機構採取的是所謂的補充性原則，意思就是說，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司法安全網，只有當一個國家的國內體系徹底失靈，無法或者不願意起訴嚴重的國際罪行時，這個安全網才會被觸發。檢察官卡林漢提出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實務案例，他正式關閉了針對哥倫比亞長達17年的初步審查。為什麼呢？原因非常明確，因為哥倫比亞國內的特別司法管轄區發揮了實質作用，他們成功地在自己的體制內處理了相關的調查。這個案例充分證明了，國際刑事法院絕對不是要剝奪國家主權，而是在體制崩壞時才會挺身而出的最後防線啦。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2個分析階段，當法律碰撞政治超級大國。我們來分析一下，當國際法真正要去約束那些擁有絕對權力的全球玩家時，會面臨多大的反撲。國際法在面對全球強權時，往往會面臨難以想象的巨大阻力與系統性的反擊，這絕對不是開玩笑的。根據我們取得的事件記錄，國際刑事法院的官員面臨着來自4面8方的極限施壓。舉例來說，俄羅斯軍事情報局就曾經派出偽裝的間諜，試圖潛入檢察官的辦公室，而英國政府也曾威脅要撤回對羅馬規約系統的資金支持。最劇烈的是美國的反應，美國參議員直接寫信威脅法院官員以及他們的家屬。美國行政部門甚至實施了實質的制裁，不僅撤銷檢察官與法官的簽證，凍結他們的銀行賬戶，甚至還切斷了微軟電子郵件的存取權限。這種動用國家機器的極端施壓，在我們一般的國內司法體系中是完全無法想象的狀況。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在寄給國際刑事法院的信件中，直接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針對以色列，我們就會針對你們。這句話精準地展現了超級大國那種強硬、不容挑戰的態度。檢察官卡林漢將這種威脅視為一種粗暴的大錘式司法打擊。
站在客觀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不僅僅是一場政治與權力的博弈，它更是在極限測試一個檢察官到底有沒有足夠的獨立性與心理底線去扛住這種排山倒海的壓力。面對這些壓力，卡林漢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邏輯見解。他認為，真正的獨立並不是指完全沒有壓力，而是擁有在不恐懼、不偏袒的情況下，平等適用法律的耐力。這句話背後的底層邏輯是，威脅本來就是這份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司法機構因為害怕超級大國的制裁而選擇屈服，那麼所謂的國際法就只會淪為掌權者高興時隨手丟給弱者的殘羹剩飯。法律的核心價值就在於它的絕對公平，不能因為誰的拳頭大，法律就轉彎，對吧？我們繼續聊下去。現在我們進入第三個重點，也就是檢察官辦案的核心邏輯：讓證據說話，徹底拒絕政治考量。這是維持司法公信力最關鍵的一環。在這裡，我們必須釐清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政治權宜之計與正當法律程序。所謂政治權宜之計，就是決策者先設定好一個想要的政治結果，然後回頭去操控、扭曲整個過程來配合這個結果。這在政治圈很常見，但對司法來說是致命的。相對地，正當法律程序是嚴格跟隨證據的腳步，證據指向哪裡，案件就辦到哪裡。檢察官完全不管嫌疑犯到底拿的是哪一個國家的護照。如果法院把政治考量放在第一位，它的合法性就會徹底崩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際刑事法院主動提高了他們申請逮捕令的內部標準。檢察官必須確保案件具備現實的定罪前景，也就是在法庭上有高度把握能成功定罪，他們才會正式採取行動。針對近期引發全球激烈爭論的以色列與加沙逮捕令事件，卡林漢堅定地引用了一句經典的法律名言：正義女神必須是盲目的，正義必須是公正的。他明確拒絕了外界所謂錯誤對等的政治批評。我們從客觀的法理來分析，法律必須獨立存在，並且賦予每一個無辜生命完全同等的價值。無論是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質，還是無辜喪命的巴勒斯坦兒童，在法律的衡量標準面前，他們的生命重量是完全一樣的。法律機器絕對不能為政治情緒服務。此外，還有一個常見的迷思，就是對犯罪進行階級劃分。很多輿論會直覺認為，種族滅絕罪聽起來絕對比戰爭罪還要嚴重許多。但是，卡林漢堅持的是基於證據的指控。他以過去親自調查亞茲迪種族滅絕事件的經驗為例，強調檢察官必須取得具體的連結證據，也就是說，必須在法庭上證明犯罪行為與嫌疑人之間的直接關聯。一個專業的法律人絕對不能只是因為外界的喧嘩聲或者政治壓力，就輕率地改變起訴的罪名。這才是嚴謹且負責任的法理實踐。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已經看到了國際法面臨的殘酷現實挑戰，以及檢察官堅守的運作底線。現在我們要切換視角，進入第四部分，帶大家回顧歷史的教訓與國際法的實務發展脈絡。我們來回顧一下這條漫長的國際法發展時間線，從1940年代紐倫堡原則的確立，到1990年代南斯拉夫與盧安達的國際法庭，接着1998年各國起草了羅馬規約，直到2002年國際刑事法院正式生效，甚至發展到今天，法院對現任的國家領導人發布逮捕令。很多批評者曾經斷言，像南斯拉夫的米洛塞維奇、卡拉奇奇，或者是盧安達的卡班達，這些曾經權傾一時的領導人，永遠不可能面臨審判。但歷史證明，他們最終都站上了法庭。這些案例告訴我們，國際法並不是靜止不動的幻想，而是在巨大的阻力中，依然能夠穩健向前推進的現實力量。我們來看一個關鍵數字：125。
目前全球已經有125個國家正式簽署並批准了羅馬規約，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地緣政治信號。儘管像是美國、中國、俄羅斯這些超級大國選擇不加入，但這125個國家的實質參與，證明了一個龐大的全球聯盟正在積極支持國際合法性。這代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的國家依然渴望一套能夠約束絕對權力的國際準則。在這個體系中，非洲大陸的貢獻尤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非洲國家是羅馬規約中最大的一個區域群體。他們不僅積極簽署，更在當地推動了實質的司法實踐，例如獅子山特別法庭、中非共和國特別法庭，還有成功起訴前查獨裁者哈卜類的非洲特別法庭。這些具體的判決結果，直接瓦解了過去外界常批評國際刑事法院只是歐洲人管非洲事的法院這種過時的偏見。非洲國家用真實的行動，展現了他們對國際正義的堅定承諾。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前面所有的拆解與分析，最終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也就是我們即將進入的第5個部分：我們為什麼需要國際法？這是整個司法機制存在的最核心價值。卡林漢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哲學觀點：絕望不僅僅反映現實，絕望更會塑造現實。這句話真的值得我們反覆咀嚼。他論證說，對世界感到絕望，其實是我們這些生活安穩、擁有特權的人才負擔的奢侈品。對於那些身處達佛、緬甸、加薩等地的真實受害者來說，他們根本沒有絕望的權利。這些在戰火中艱難生存的人，依然緊緊抓住最後一絲希望，期待法律最終能為他們討回公道。如果連處境最艱難的他們都沒有放棄，身處安全環境的我們，真的沒有任何理由去感到絕望。法律本質上是一項人類共同的遺產，它太重要了，重要到我們不能僅僅把它丟給律師或法官去處理。法律就像一道耀眼的強光，能夠無情地照亮並暴露這個世界上的各種矛盾與不公平。卡林漢將這種社會參與感比喻為當今的環保運動，就像你不需要是一位專業的環境科學家，也能夠關心地球的未來一樣，你不需要擁有法學學位，也能夠支持並推動國際社會的正義。這需要全社會每一個人的關注與實質承諾。在這場拆解的最後，我想留下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讓大家思考：我們究竟是要被動地接受一個由蠻力與強權統治的世界，還是要傾盡全力去建立一個由正義與法律管理的現實？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國際法雖然在政治強權面前顯得脆弱，且經常面臨極端打壓，但它依然是制衡暴力的最後防線。從堅持證據原則到歷史的穩健推演，我們看到正義的落實雖慢，卻從未停滯。法律不僅是專家的事，更是全人類必須共同捍衛的生存底線。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